今天繼續我們秋的主題。今天要先和大家來分享的是被後人譽為秋思之祖的一首元曲，題目叫《天淨沙·秋思》。天淨沙·秋思，元，馬致遠。枯藤老樹昏鸦，小橋流水人家。古道西風瘦馬，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。這是一首元曲。之前我們的課程裡面接觸最多的可能是唐詩宋詞，那今天呢，我們來略微多說幾句元曲。元曲它是始於宋代，鼎盛於元朝，它是盛行於元代的一個戲曲藝術。元曲本來它也是從民間流傳的街市小令或者是村坊小調當中來的。曲呢是詞的替身，無論是從音樂的基礎，或者是從形式的構造上面，曲都是從詞演化過來的。元代散曲的興起，是因為那個時候詞的衰落以及文體本身的一個發展使然。因為那個時候宋史南渡，漢族的傳統文化就從北方移到南方。那在北方呢，宋詞就減弱了勢力，民間的俗謠俚語就大量的湧現出來。那這些俗謠俚語被文人創作所吸收了之後，就形成了曲。曲是和了音樂的詩歌。元曲呢，它是雜劇和散曲的合稱。雜劇發展到後來就是中國的這些古代的戲劇。那散曲呢是詩歌，它是屬於不同的一個文學題材。在元代，其實戲曲的成就和影響是遠遠超過於散曲的。但是散曲呢，它是元代的文學方面的一個主體。我們今天因為主要是偏的是文學的這個欣賞。剛剛說了，曲是和了音樂的詩歌。曲呢，它如果形成文字以後，它就和詞是很相近的，所以詞和曲是很像的兩回事情。散曲又分南曲和北曲。在之前的課程裡面，我們粗略的介紹過唐詩和宋詞的區別。那今天呢，我們來看看詞和曲的一個大致的概念和區別。這裡要談的曲就是指它的文學主題散曲。我們今天不談戲劇。當然，因為時間有限，也不可能很細的講。今天大概的給大家有個概念，以後我們在接觸不同的詞和曲的時候會再延展講一些。那首先我們來看看宋詞和元曲的相同的之處在哪裡。因为曲是從詞當中演變過來的，詞和曲它都是能夠加了音樂之後就能夠演唱的，都是根據歌唱的需要做出來的音樂文學。第二呢，詞和曲寫的都是相對比較通俗的題材，相比較之前的賦啊、詞啊，就那個詞啊，就是詞別的那個詞。然後詩相比較，這個詞和曲是比較通俗的。他們都是運用口語為主，而且呢，詞有詞牌，曲有曲牌，都有自己的規矩。他們都是有一定的格律上的要求，而且呢，長短是不一樣的。詞和曲大部分都是長短句，都是由民間的創作發展到文人來進一步的給它提升來創作的。比較遺憾的就是詞和曲剛剛出來的時候，都曾經被詩人都被認為是詩以外的小道，也就是說當時剛出來的時候都認為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，都不是所謂的正规军出来的，因為它都是從民間小調裡出來的文學的創作。但是他們都代表了一代文學的最高的成就。宋最盛的是詞，那元呢，最盛的就是曲。那這麼相像的宋詞和元曲，它的主要的區別在哪裡呢？
下面就是它們主要的幾個區別點，我給大家拎一下。詞因為根據詞牌的限定，它字數是有一定的規定的。那曲呢，它有曲牌，但是曲可以有襯字。詞的襯字相對來說就是規定用的比較少。我相信大家還記得之前的課裡面講過，李之儀的《卜算子·我住長江頭》，最後有一句“定不負相思意”，那個“定”是襯字，但它只多了那麼一個“定”字。但是元曲呢，它是可以加很多的襯字，它在句子的開頭或者句子當中都可以加，更自由更靈活。在有一些曲調裡面，它甚至可以加整整的一句作為一個襯句加進去，所以說靈活度更大。然後從語言方面呢，它兩者也有不同的特色。比如曲的語言，它相比较詞來說是更接地氣、更自然、更通俗。雖然都是反映社會生活，但是詞反映的社會生活的層面相对曲來說就相对窄一點，曲就比較更寬廣一點。所以在用詞用句方面，詞也是語言上還是比較偏典雅的，而曲呢相對來說就通俗一點。另外的話，詞和曲的韻也是不一樣的。詞我們說了，它是從詩演化過來的。那詞韻呢，大體上它是從詩韻過來的，所以詞的用韻、詞的平仄、詞的字數、句數，它跟近代詩是差不太多，它的規定也都是很嚴格的。當然，詞因為也是歌唱的文學，它也有詞調，那也有詞牌，詞牌就是整個詞調的這個名稱，所以我們說是拿了這個詞調、詞牌來了以後，然後文人再往裡面填，所以叫填詞。那元曲呢，它從音韻上來說，用的是當時北方話的音韻，它的諧韻的方法是通押一韻不換韻，也就是說它整個曲子下來，它可以一韻到底。我們待會兒看這首《天淨沙·秋思》，它就是一韻到底的。然後曲我刚剛說了，它也有曲調有曲牌，但是從押韻平仄方面要比詞要更寬鬆一點點。然後詞呢有平赏去入有四聲，北曲呢它是入聲就歸到那裡面去了，所以北曲只有平赏去三聲。然後從對仗的形式上面來看，元曲的花頭也比詞要多得多，它可以偶句、三句、四句对，還可以什麼隔句对、連珠对。另外元曲還有比較有特點的，它有誤頭，有排體。所謂的誤頭，就是應該說唱腔當中那個眼，它是一首曲子當中最動聽的地方。那從內容上面來說呢，它就是這個曲詞當中最重要的一些詞語，就叫誤頭。李漁他就在《閒情偶記》當中指出，一曲之中有誤頭，則全曲皆火。就是說這個誤頭這個字眼，最關鍵的那個字眼，在曲當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然後排體就是指駢體文，或者說以前叫駢偶文。我記得好像在有節課裡也提到過，就是古代的時候字句都是要两两相对成篇章的，這個文體叫駢體。所以元曲當中它有很多对偶啊、駢體的這些特點。曾經有文人是這麼來形容詩詞和曲的區別，說是詩者歌也，詞者詩之語也，曲者詞之俗體也。這樣子，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會有什麼感覺。那我的感覺似乎他就給他定了一個有高低區別的這麼一個調調。那我個人來說呢，覺得還是比較不太公平啊，對詞和曲來說是不太公平。我個人覺得下面這句描述可能更為客觀一點。唐詩是豪情，宋詞是柔腸，而元曲就是嬉笑怒罵的童真率性，是藝術性的俚語表現。我覺得這句話可能相對來說公平一點，也更加的能夠突出詩詞曲的各自的一個特點和區別。好，今天我們就先講到這裡，下節課我們來具體的展開這首《天淨沙·秋思》。
歡迎您繼續關注我們的頻道，咱們下節課再見。